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周老师。著名的情感书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分享他们人生智慧的时间了，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时间久了，越来越发现，感觉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已经很关心他了，是他不理解我。他现在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复合。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他怎么就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李先生，37岁，来自重庆，厨师。来，有请李先生，有请。李女士，30岁，来自重庆，餐厅管理。有请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两位是什么关系啊？现在是分手，以前是情侣关系。谈了多久啊？4年。为什么分手啊？就因为餐厅关门之后，他就一直不信任我，然后又特别的让我看出了以前没有看出的问题。他是一个特别没有担当的男人。哦呦，两个人等于以前是合作伙伴是吧？是先谈的恋爱，然后觉得行，所以合作开店是吧？是的。开了个什么店啊？自助烤肉店。关门是赔钱了还是？关了之后，现在是欠了银行的钱，是用我父母的房子已经抵押出去，还了一些了，然后银行的债是还清了，但是现在外面还差着10几万。这一起怎么是押你父母的房子呢？因为他没房子吧。等于合伙做买卖，买卖没做成，这男女朋友的关系还没了。就是因为那个关门之后，所以就引发出来很多事情嘛。哦，出了些什么事儿？您说说。餐厅关门了，经济肯定是现在没有以前好了，对吧？对。那么我有一次我家里面那个水管破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去修理一下，结果他理都不理我，直接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意思。那以前家里面的那些家用电器、电视机什么的坏了，不都是打电话叫外面的修理师傅回来修的吗？那一次你怎么就不可以打电话呢？那你觉得现在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能够跟以前比吗？那以前我们有钱的时候，我是不是都会找修理师傅来修？那现在我们经济条件没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学着修理一下呢？你看我们以前吃饭都是叫外卖，那为什么现在我可以学做饭，为什么你就不可能？我每天上班工作那么忙，早出晚归的，回到家里都已经很晚了，我很累，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那要是家里电视机坏了、洗衣机坏了、冰箱坏了，我都要去学吗？这个不现实嘛。行，听明白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这第一个没有担当，对吧？然后他也特别的不信任我，我跟朋友聊一下天，或者什么的，是他自己不跟我聊天的。你说他没时间，他喝酒有时间，他为什么不陪着我聊天？我不是不信任你，你看你每次回到家里那么晚，你玩那个手机聊微信，聊那么晚，深更半夜不睡觉，那我肯定有的时候我会怀疑你是在跟谁聊这么热火朝天的，我心里面肯定有想法呀，你也不让我知道。你好意思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我领导正在沟通下个星期换班的事情，然后你知道我为了什么要跟领导换班吗？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手机拖过去，然后就把领导的微信删了，搞得我特别的尴尬。那一次我跟你道过歉的，我确实是不知道你是在跟领导聊天。你看那么晚了，而且我从电话里面听到那边是个男人的声音，那我心里肯定有想法。我确实当时你咋听啊？微信它是有语音功能的，能听到的。哦，你还听是吧？没有，我就在旁边嘛，因为我不是故意的听，就是无意当中听到的。但我当时确实有一点生气，我就觉得你这是什么意思？是在故意气我吗？给我敲警钟吗？还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当时有点生气，我直接把他的手机拖过来，然后就把对方的微信给删了。
然后他也那你知道大发雷霆我为什么。换班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换班吗？我换班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3周年的纪念日，你知道吗？我当时电影票都买好了，居然你给我整这出来，特别让我生气。我跟你讲，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人家不是道过歉了吗？道了歉了，然后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他再过这个3周年纪念对，日。这个肯定我们理解，当时没法，对吧啊，后来呢，就后来除了这个我知道不能叫不信任你啊，我跟我母亲打电话是吧？她就在旁边偷听。在旁边怎么叫对偷听了？你这我跟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的是一些我们母语说的话，肯定是有一些话，我感觉她可能听了也会生气或者什么的，其实也是为她好，对吧？啊，那你当然后他后面时你为什听了么非要那个怎么说？没有问青红皂白，他就跟我两个吵起来了。我连我母亲的电话都没有挂，他跟我吵起来。那你可以大大方方又是什么在跟我说呀跟谁哪个男人在打电话，在什么甜言蜜语的呀？这一通的乱说我是吧？这也不怪我呀，这只能怪你没有告诉我嘛。我怎么知道？你看你当时那个样子，你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跑到旁边去说了，我还心里面我肯定有怀疑，我得犯嘀咕呀。我怎么知道你在跟谁说话？那你我还担心就是你在外面找其他的人呢。那你就是不信我，你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改了，你自己也没有自信，就这么简单。更过分的有一次，居然跟踪到我店外面去了，化着妆是吧？戴着帽子，戴着墨镜，你别以为我认不出你来。然后你叫我怎么跟我的领导和同事解释？我说他是我男朋友，对吧？我认出你，我直接冲出来我就给你帽子扔了，你是不是？那你也不应该我是不是当着那么质问你了？多人，当时把我的帽子扔地上。我是不是质问你为什么要跟踪我？你为什么就这样不相信我？你觉得你这种爱的方式是正确的吗？确实干过，乔装跟踪，那我不是心里面不放他没干心吗？过吗？我是心里面不放心，我不是故意要跟踪他，我想去看一下，他在外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情况，或者是在外面，不是，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嘛？这基本信任应该有吧？不是不信任他。你看每次回到家里面哈，我本来上班就很累，我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一般都比较晚了。他整天就是那个手机没完没了的，而且他本来就有胰腺炎，医生说过一定要注意休息，他连自己的休息都顾不上，是整天在微信上面聊得热火朝天的。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他那个胰腺炎，医生说过他的胰腺炎是没有特效药能够根治的，只能通过自己注意饮食、注意作息时间、注意休息，来好好的将养它，才能养得好。这不是对你也挺体贴的吗？那你说你心疼我是吧？胰腺炎，那我记得你以前都会给我把药准备在那个药箱里面，对吧？那现在我记得我有一次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怎么做？我翻遍了所有的药箱，家里面所有的柜子都没有一粒药，我跟你对吧？说过的呀，我叫你去给我买药，你买了吗？你做了吗？这是医生说的。你甚至连一口水都不舍得递给我。你如果对吧长期这样使用那个止痛药的话，它是有很多副作用的。你长期这样服用止痛药，对你身体特别不好。我是为你好，我才故意停了你的止痛药的。你怎么不理解呢？那你跟我沟通了吗？那你这种方式正确的吗？我怎么没跟你沟通？我每次一跟你沟通，你一痛起来你就哭天喊地的大吵大闹，你根本就听不进去我跟你说的话。好你让我怎么跟你沟通嘛？你说。咱在这儿就不吵了啊。我问个问题啊，餐馆倒了，你们总结了教训了吗？是怎么倒的？其实搞这个自助烤肉店，我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是他非要搞，他觉得怎么说，好像看到人家开了店挣了钱，挣了大钱，他觉得好像很那么容易，然后我们去搞也一定能挣钱。这个事情它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了这个事儿啊，但是他非要搞，我也没办法。然后后来他把自己家的房子也作为抵押去贷了款，搞的这个，那没办法呀。他已经先就已经做了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那我也只能跟他一块儿搞。那我也是想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好啊，想给我们自己的父母更好的生活呀。我插一句啊，问一下啊，实际上面要听你男朋友说，他是被裹挟到这个创业当中来的，并不是他自愿的，是还是不是？是。现在经济压力大吗？很大，反正我现在也在打工挣钱嘛。每个月的工资就是拿来还这个外债的。谈了4年恋爱是吧？是的。怎么认识的？谁追的谁？我们刚开始也是同事。同事啊。谁追的谁？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水到渠成。就是双方对彼此其实都还是挺有好感。因为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人真的很好，每次看到我都是微笑，笑得特别甜。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哦。交往了
也有4年了，对吧？对。就通常按照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个思维，大概交往个1、2年，一个是厨师，一个是餐厅的这个，资料上面说是餐厅管理，是吧？通常我们的思维不就应该结婚了吗？你们怎么没结婚呀？就是因为后来搞自助烤肉馆，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经常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争执，所以结婚这个事儿就搁置下来了。哦，所以其实是先恋爱，对吧？对，是的。因为女方觉得我们开一个餐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对。于是女生就开始单方面去创业，是这意思吧？是。抵押了家里的房子，是这意思吧？是。男生在迫于无奈之下，等于就帮忙了，2个人开始共同做这家餐厅，是这意思吗？是的，是的。结果餐厅做败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就影响了2个人之间的感情，是这意思吧？是的。他现在跟过去变化大吗？大。照顾你吗？不照顾了，分开了怎么照顾？分手当时是？就是他不信任我，我特别的接受不了。哦，所以是您提的。对。现在您想复合是吧？是的，我觉得，毕竟我们在一起也有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虽然说眼前我们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想到以前我们在一起的那日子，还是共同面对了很多风风雨雨，是患难的真情。哎，你为什么会怀疑他现在打工跟那个老板有关系啊？我就是担心，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没什么钱，他可能想在外面找更好的人了。那你要是说我如果说喜欢那些大老板，我从一开始我就不会选择跟你恋爱，你明白吗？那你为什么不能？我是很想过好的生活，但是我是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过这个好日子。那你可以跟我说呀，你为什么那些时候你不跟我说呢？是你自己，你每次就是他自己不怀，就是他自己不信任我了，对，就是这样的。先不吵，先不吵。女生说，你看不信任不担当是吧？对。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在这个餐厅破产之后，他有义务去还餐厅破产的这个债务吗？我知道他是没有义务去还。因为我本来也不想他去还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这个男人还可以哈。是可以。他不是光抱怨你，对吧？对。他也在帮你来处理这个事儿，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的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困难，既然你已经插手来帮我还这个东西了，对吧？那么证明他就是接受要跟我一起去面对生活的困苦的。你接受了吗？我接受的，就接受。那为什么在这个生活上有些改变，比如说经济上的问题，他不愿意去学习，对吧？不愿意去节约，对吧？但是你也应该对我专心一点呐！你那网上手机上面经常的跟那些人聊，你让我心里怎么想？他不知道节约，怎么去节约？好，所以问题的焦点在2个人的这个眼里和心里是不一样的。女生是觉得说，你应该为这件事情而改变，没错吧？是。因为我们的条件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改变。对。你的焦点在这儿，对不对？对。但是男生的焦点其实完全是在你跟其他异性的接触上，是吧？是。那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我们就正常的问一下嘛，就是作为一个有男朋友的女孩子，深夜经常跟其他的异性聊微信这件事儿，她是不是正常的嘛？那我是跟我的领导在聊那一天，然后我是跟我不是说那一天，如果仅仅是那一天的话，我经常是跟我的小姐妹的关系比较好聊天，但是不是经常跟异性在聊的，是他自己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然后这样一时怀疑。不是你们谈恋爱谈了这么久，为什么不能把这告诉他？他怀疑，你看我都跟小姐妹聊的，不就完了吗？一句话的事儿吗？对呀，那我没看到，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也跟小姐妹有些什么闺蜜私密的话，我也给她看吗？我每次一问你，为什么我没有检查他的手机，他也没有主动给我说给我看他的手机呢？我要给他私人空间呀。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因为你信任他，你可以不看。对。因为他不信任你，所以你应该，如果真的珍视这段情感的话，你至少应该跟他解释一下。我觉得不叫解释，沟通一下是正常的吧？何必要置这个气呢？他不跟我沟通啊，他一天在找借口说没有时间啊。所以现在你想复合，对吧？是的。您是不愿意复合的，对吗？对。不愿意复合的理由是，
就是他从关闭之后不关心我了。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胰腺炎，他以前会给我准备药的，甚至会跟我沟通。比如他不是说大夫说了不应该吃止痛药吗？他也会跟我沟通。刚才我也说了，他没跟我沟通，对吧？你不跟我沟通，我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就刚才你跟我说的也是一样的，我不跟他解释，我是跟我小姐妹聊天，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跟异性男人有什么关系，对吧？我怎么没有跟你沟通？你是没有跟，我每次跟你沟通，你那个态度，你让我最终的原因就是我特别的受不了，就是受不了你跟踪我，特别的不信任我。你怀疑我，就这么简单。所以，又不想跟他复合，那今天来这儿干嘛呢？那我今天来这儿也是想着以前他对我还是挺好的，我看他今天态度怎么样，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跟他再复合。可是他要复合之后，他还是不相信你，怎么办呀？那我现在就是纠结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跟他复合，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怕他跑了。是的，喜欢他的男人还挺多的。我感觉应该，反正外面应该是有一些异性朋友，但是我也没有证据，不能瞎怀疑人嘛。那人今天说了，就是跟小姐妹在聊，这你信不信嘛？那他也应该可以告诉我，你就算是跟小姐妹也好，明白也好，你就碰到一个疑心特别重的男人，他现在想知道，你愿不愿意让他知道嘛？那我现在不是让他知道，刚才我不是给他说清楚了吗？哦，那就是他信不信的问题是吧？你还是不信，那我再跟你和好，我是要纠结一下，再跟你和好，你又怀疑我怎么办？好，和好之后有什么打算？如果能和好的话，我肯定要改掉以前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好好的对你。哦，之前可能我很多地方也做得不够。你37了吧？是的。不着急结婚的哈？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你要跟他和好，是为了要跟他结婚是吗？是的，包括这个债务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你要相信我，我们也要彼此信任。你刚才说我要跟他和好了，我会改掉我以前身上的一些不好，你指的不好是指什么呀？就是他觉得我可能不够关心他，我一定要多多关心他一下。那你到底是关心他还是不关心他呢？在开店失败之后，我当然关心了。那你改什么改啊？我之所以会做出那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就是因为我心里面在乎他，我才会紧张的呀。好，明白了，好像还是挺在乎的哈，是吧？感受不到。你们家人对这男生怎么看呀？他们只会觉得你能够给我女儿就是快乐、开心每一天，就很好的。他们觉得他做到了没有吗？没有。啊，那就你父母对他也不满意嘛？行，那我就不多问了啊。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我得说一下，其实女生特别不容易，我也一直注意她在扶着腰，然后掐着这个腹部。因为我们都是女性，有时候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腰疼啊、肚子疼的时候，其实很难受，尤其是穿着高跟鞋。而且我观察到了，她身体还比较瘦弱哈，是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吗？很瘦？其实也不是，就胰腺炎的问题。瘦的话也是跟我父亲他们遗传也有点那个基因，就是吃还是可以啊，但是就长不肥。没事，你要是特别不舒服，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好吗？像你说没关系。其实我特别想帮这个男生说几句话。听到男生说，他觉得很理所当然，当这个店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应该帮助你来一起承担这样的风险，包括还外债。我认为他是一个挺有担当的人。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店做得非常好，盈利情况也特别好，赚了很多钱，你们俩也是恋爱关系，你愿意把这些利润都和他一起来分享吗？愿意。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是互相爱，也互相有担当，愿意共享，也愿意分担的。只是可能在爱情当中，因为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一下砸在了两个人的身上，会让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这个肩头，在某些时刻有些时候挺不住了。比如说男生做出了一些过激行为，我听到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认为这是沉浸在爱情里的小女孩有时候做出来的荒唐事儿，怎么会出现在一个男人身上呢？但是我反过来也想，可能是你们遇到的这些事儿，我们很多人没有遭遇，突如其来的
这种经济上的窘迫、巨大的压力需要还账，尤其是父母亲抵押的房子，可见你们的内心有多焦灼。从我内心深处，我特别想为男生说2句，就是希望你暂缓一下你的决定，再多考虑一下。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段，让这个爱情变得有点模糊了。再给一点点时间，不要那么快的做了断，因为有时候一些意外既可能压垮我们，但是也会让我们成长得更快、更坚强，让我们的手拉得更紧。我们再试一试好吗？谢谢周老师啊。你需要个凳子坐吗？没事没事。你可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坐这个，拿把凳子。谢谢。陆琪老师，有句话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是说你们不好啊，也不是说这个灾难太大了，大家承担不起，所以各自飞，是因为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心态发生了变化，对彼此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你说的，店倒闭之后，以前没有发现问题，现在发现了，因为你们处于一个很大的失败，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你有怨言，你这个怨言而且不能说，为什么？生意是你要做的，房子是你要押的，店是你在经营的，你有怨自己发泄不出去，最后你怨了一个什么？你就在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值得依靠那个人？是不是在想这个事儿？是。这个事儿其实是你的怨言，因为失败来临了，所以你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值得依靠这个事儿，你想一想，它其实很复杂。为什么？很多可依靠的东西，精神依靠、经济依靠、生活依靠，你不可能要一个人是全面的。在开店的时候，你在想，哦，这个人可以做厨师，可以和我一起奋斗，一起创业。你觉得他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是值得依靠的人。失败之后，你却希望他，你是不是一个我可以全面依靠的人？你在审判他。这种审判导致了你心中怨言丛生。对于你来说是一样的。你在面临失败的时候，你产生的是什么心态？强烈的恐惧感。我在一个事业里面，我可以扛起1半以上的责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外形各方面都不错，说不定还有很多异性缘，我对你还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强烈的自卑感，也是你在面临失败时候所产生的心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们更重要的是，想一想，怎么样抚平对方身上面临失败的创伤，怎么从对方身上获得温暖，这个是你要想的事儿。你与其想想我怎么害怕，不如想想你怎么再给他一些温暖，告诉他我们将来还可以的，我们爬得起来的。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去想想他身上还有什么优点，他既然现在还愿意一起帮你来还欠债，说明他是一个还是值得依靠的人。那么你们将来是不是就此一蹶不振了？还是你们将来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这个可能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彼此找到对方的温暖，彼此给对方温暖，是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谢谢大家。谢谢陆琪老师。来，莎娜老师啊。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位老师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吗？男生的目光一直在看着你，从这个举动能看得出来，他对你是很本真、很纯真、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护的。你们现在是什么问题啊？就是爱情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然后这个时候人就会理所当然的把所有坏的情绪全部一股脑的抛给自己的伴侣，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发泄，我不能跟我爸妈去发泄，然后还顶着父母房子那么大的压力，心态崩了嘛。你可能是跟自己的小姐妹倾诉，然后聊的天的内容肯定就是说她的不是嘛，所以不能让她知道。那男生对你不信任也是因为心态崩了，觉得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以前他所有心思都在那饭店上啊，他哪有心思去聊天啊？是的，对吧？是。所以现在整个所有的这些
对你们来说的变化，人生的变化，大家都在变化，而且都在学着去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极度需要的是什么？成就感，就互相给对方成就感，我们的认可和肯定。你在我心里依然是很棒的，你也一样。一段感情持续下去就是成就感。我能感受到你给我的回应，我能感受到我在你心里位置有多么的重要。有了这个感觉，我相信这个考验能过得去。好吧，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山大老师。来，涂老师。老话说，患难见真情，失败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段感情，其实成功更可以看清楚。一个主厨爱上一个老板娘，主厨只想做好菜，老板娘想把事业越做越大。主厨呢，只想好好的爱老板娘，老板娘满脑子想的是东山再起。你在事业上是一个有追求的女人，而她其实虽然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冠冕堂皇，跟踪你，但她爱你，爱得很纯粹。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成功比一个守护你的爱人更值得你渴望，至少现在是。否则，你就不会在失败当下的这种状况，看他哪不顺眼。其实有一句话叫“爱在，一切都在；家在，一切都在”。有一个一直跟着你，愿意为你付出，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的人，即便身上有一些小毛病，这难道不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吗？很多女人生意做得很大，独守空房。有些男人想着他们的钱不值得依靠，那个时候他们特别渴望有一个这样的男人。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你们俩的烤肉店是成功的，你的事业做得很大，几十家连锁，到那个时候这种状况一样会出现。所以我认为他爱的比你纯粹，我觉得你爱他爱的没有那么深。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俩是不适合的。你要是满脑子想着东山再起，你就去好好的做你的生意。你觉得在这个阶段，成功就是比爱情和家庭要重要，而他只能做一个爱人，做不了一个拍档。而你现在要的是拍档，不是爱人，那就请你今天离开，就不要留下来。如果你真的认为，其实成功与不成功比起来，幸福更重要，守护自己的爱人更重要，那你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一个厨子每天看到的就是柴米油盐，他看不到太大的世界，所以他的胸怀没有那么宽广。他看不到前厅的人来人往，他看不到觥筹交错，他就闷着头做菜，所以他就这样。你不要希望他能够在事业管理上，能够在聪明才智上，能够在商业上助你一臂之力，他做不到。他能做的也就是好好爱你，做好饭，然后心思难耐的时候乔装打扮去跟踪一下你，他就干得了这事儿。其实想想也挺心酸的，爱一个女人要爱到自己要学会易容术，去悄悄跟踪，这也的确是爱得挺困难。所以今天的决定权在于你，他肯定是会出来的，就看你在生活当中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你要的是东山再起，还是一份永恒的幸福？你自己选择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他为什么会怀疑你跟男性社交啊？这不就老师们说的吗？他认为你的东山再起，他帮不上更大的忙吗？他害怕的是这个吗？所以为什么要你跟他沟通才有用呢？你要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当然，我觉得让你说出来可能也很难，这哪里能说得出来嘛？所以就面对现实嘛，不爱就是不爱，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怕他对你再好，跟人说清楚，让他死了这份心。如果真的爱，那也把它说出来，千万别做那电视剧那种特傻那种傻事儿。明明是爱，我怕拖累他，我就非要说不爱分开，那也不对。所以今天在接下来的60秒里，我觉得对你们俩来说特别关键，就是要把心底最真的话说给对方。来，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我真的付出了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我可能并没有体会得到。大多数时候，我可能甚至还误解了你。然后很多时候该说的话我没有说，该做的事做的也不是那么好。可能是我伤了你的心，我现在真心的对你说一声对不起。然后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希望你能够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好好的去补偿你。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说一次我爱你。因为我真的害怕，如果过了今天，我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对你说这些话了。莲妹，原谅我。我想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我是觉得你对我挺好的啊。啊，行了，时间到了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请回啊。接下来看结局，请开门。还有话说吗？我觉得很遗憾，我确实以前做的不够好，所以这样的结局。没事儿，你生活反正还得继续啊，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好，所以如果有下一段感情或者一段其他的缘分到来的时候，学会好好的把你的心里话告诉对方，好吗？谢谢你啊，请回。谢谢老师。周老师有个问题特好，他问这姑娘啊，说如果这餐厅买卖做得特别好，你愿意把这钱分给他们？是您问的吧？这姑娘说我会。我是在想，如果这个餐厅真的像您想那样发展起来了、开起来了、弄起来了，也许男生还真的有机会，但是恰恰是因为失败了。所以说生活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呢？好了，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为了这段感情，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让他回老家陪我。老家的生活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趁着年轻留在北京。我只是希望他能关心一下我和孩子，不要总想着自己，一点都不顾虑我和孩子的感受。我努力赚钱，就是希望孩子和他过上好生活，但他就是不能理解我。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严先生，35岁，来自河北，美发师，有请严先生，有请。卞女士，33岁，来自河北，美容师，来有请卞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多久啊？13年了。孩子多大？啊，2个女儿，大的12岁了，小的10岁。今儿来的目的是啥呀？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老公回老家陪我们生活。他一直是在外面是吧？是，他是一直在北京的。等于两地分居了13年是吗？反正我来回往返北京也好几次，都是希望他能陪我们回老家。哦，今天来的核心主题就是回家，是吧？对，因为我10几岁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一直在北京上班。我也比较喜欢北京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因为我从事的也是美发行业，比较时尚潮流的，所以我在北京能够很快的得到这个技术的提升和美感的提升。如果回老家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行，好，我接着问啊，你们俩据说是闪婚是吧？是的，当时是我老姨，给介绍的嘛，所以我回家见了一面，就感觉还可以。我们应该是第一次是8月份见的面，然后第二次见面应该是10月份见的面然后第2次见面的时候就提出了要结婚，然后是12月份我们就结婚了。
当时我们出去逛个街呀，然后看电影啊之类，感觉他还是挺不错的，也挺会关心人的，就是感觉这个人能值得我依靠。所以当时说结婚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自己赌了一把似的，把自己的青春就依靠给他了。哦，你就等于就跟他吃了一顿饭，看了场电影，就决定嫁给他了，就靠谱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结的婚，把自己的。那你们结婚以后，你是不是就跟他去北京了？第2天他就回北京工作了。你呢？我在老家。为啥不跟去啊？一开始我始终是在老家的，所以没有习惯在外面工作。我是希望他回老家生活，然后看着隔壁我们邻居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然后老公出去打工了。我看着他那样的生活并不幸福。过春节的时候，他回到老家，我就跟他商量，我说你能不能在老家找份工作？结果他还是坚持，我没有拧过他，只好跟他一起去北京工作了。去北京了？那不挺好吗？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还是最幸福的时候。你看看。那才我们租了一个8平米的小房子，1个月虽然就1000多块钱的生活费，但是感觉还是最幸福的。从有了我家老大的时候，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就是因为肚子疼。然后就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是怀孕了，医生就建议我在床上躺着保胎。有一天我就肚子疼，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陪我去医院检查，打电话也不回，发短信也不回。最后我等到他11、12点钟，喝得醉醺醺的回来的。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吵了2句，他当时就怕吵到了隔壁邻居，让人家说，然后就说那个我明天给你买好吃的，就哄着我，把我应付下，他躺下就着了。第2天的时候，我说我想吃水果了，你给我买点葡萄来吧。结果就跟我说，你自己没腿呀，自己去买去。我就当时就心寒了，我还怀着孕，在他心目中都一点位置都没有。对。然后呢？当天我就生气，就回老家了。因为我那天是在忙顾客，忙顾客的时候没法给他回电话。你不是还喝酒了吗？因为我是那个店的领导，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里。对，我们团建我不能不去，知道吗？怀着孕呢。咱都别找理由了，反正就是你那天喝酒了，然后你就等于回家了是吧？回我爸妈家了。是你父母照顾你是吧？对。回我爸妈家之后2、3天，他也没给我打电话。过了，因为我想你回爸妈正好父母可以照顾你更好。1个礼拜吧，他给我打电话，居然打电话，他不是让我回北京，他让我去他爸妈那边。这是为啥呀？他说让他爸妈照顾我怀孕了。父母照顾的会更好，营养吃的也会更好一些。因为我毕竟在北京上班，所以照顾的肯定不会特别的周到。但是对，我就想他回老家。他跟你在一起不是更好吗？我这不也是为了他身体着想吗？也面临着几个月以后就要生了，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父母会好一些。行呗。是我听他的话，结果呢，回去之后，他们弟弟也忙，还是我自己洗衣做饭伺候老人。那天我就想吃肉了，然后我就跟妈说：“我说妈，咱今天买点肉吃吧。”竟然妈回了我一句说：“没有钱买肉。”当时我气得我说妈，我今天不在家吃了，我回我妈那边吃。回去之后我就打电话告诉她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不想回去了。结果他2话没说把电话就撂了。第2天他就赶回来了，还气冲冲的把我接回他爸妈那边。我们俩进屋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是想吃肉吗？给你钱，这些钱够了吧？够你买肉的吧？”就夸把那钱就甩到我的床上了，当时我就心寒的。我当时在想，吃点东西就这么难吗？你不跟我说，你还知道呢回娘家吗？还得让我跑一趟回家接。对啊，那你就把他接回北京不就得了吗？你想的是在父母那儿照顾的周全嘛？现在既然照顾的不周全，为什么不接回北京呢？因为他马上就面临着要生了，所以。哎呀，肯定到北京我工作肯定照顾不了。是，反正我们要找借口还是有很多的啊。后来孩子生了怎么样？当时孩子生了，他也一直没有回家。这为啥不回家呢？生老大的时候我回家了。啥时候回家了？我都没看见你啊。
因为我回家那一天正好他跟孩子休息呢，所以我看他俩都挺好的，明白吗？母子都挺平安的，所以我就直接又返回上班去了。你知道吗？我在月子里头，我真的咱不说苦难历史了，我相信这个月子肯定按你的说法没做好，对吧？是的。肯定他父母照顾的，在你的内心看来也是不太周到的嘛，对吧？对。那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把大闺女生完之后，再见到你先生是什么时候了？1个月吧，就是过春节他回去。就是年根儿，闺女是年根儿生的是吧？对。然后就过春节了。嗯。然后等于过完春节他又回北京是吧？对，回北京了。啊，孩子多大的时候你又去的北京啊？孩子差不多2岁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放给父母了，然后我就回北京跟他一起工作。嗯。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咱俩好好工作，攒积蓄，到时候生活好了，把孩子父母都接过来住。不是挺好吗？然后呢？但是他平时就说过儿女双全，我就想再要一个孩子，要不看看能不能把他拢回去。然后结果我就怀孕了。你的意思就等于说要老二，是因为你那时候觉得你先生对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感觉，是这意思吗？对。你用了一个拢回去嘛？对。就是你觉得他那个时候心思已经不在家里了，是这意思吗？对对对。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就是想，多挣点钱，然后能让家庭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好没好嘛？日子过得现在还可以，但是肯定不是他想要的。行，你接着听妻子讲嘛。怀老二之后，他更二话不说，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说在这我也照顾不了你，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我在老家就是一直，他也不回去，打电话也不接，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心里就没有安全感。到了我生老二的时候，他也没回去，连孩子满月100天都没回去。这是为啥嘛？忙挣钱，真的是这么想的。对，我就想，因为行，你一个月给家里寄回去多少钱啊？忙成这样，最多给你2000块钱。是每个月都寄还是？不是，差不多得2、3月吧。那您这也那么忙，就挣这么点钱啊？因为那时候挣的比较少，现在还好一些了。对。是人也不回来，钱也打不回来，所以我就一直对他在外面也是不放心。第一个，我就为了这个家，想让他一起回来生活，能照顾孩子，能照顾父母。行，那现在这孩子都在老家读书是吗？是。孩子谁管啊？孩子父母管着呢。那你呢？我现在也是在北京跟他工作，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结果呢？您是在老二多大的时候又回的北京啊？在老二上学了，我才出去的。然后你们俩就生活在一起了？也没在一起。到了北京怎么不在一起呢？虽然是在北京，但是他工作他的，我工作我的，一直都是分着住。周末会在一起吗？对，周末偶尔的会。平常都不在一起？对。哎呀。所以我一直都想着让他回去陪我们，因为我就为了这个家庭，所以我才跟他出来的。如果我要放弃这段婚姻的话，我觉得对不起孩子。哦，您考虑过放弃这段婚姻吗？以前我考虑过，但是我放不下孩子，因为当时我家孩子那小的时候，父母也是带着孩子去工作嘛，工厂里面就是有机器比较危险，孩子碰着手了，当时孩子手那层儿还缝针了。咱就不说这些不容易和艰苦了嘛，就是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我们都知道是特别不容易、特别艰苦的嘛。然后你们等于到了北京之后，你把2个孩子撂起来撂给老人了，是这意思吗？对。那您平常您也和你丈夫一样是逢年过节才回家，还是有的时候你也回家呀？我回家比较多一些。哦，您大概1个月回几回啊？1个月最多1次。哦，1个月回1次看孩子，2孩子都给爷爷奶奶照顾着呢。是。哎呦，这个日子过得。所以是现在老师一直都在给我打电话，就说孩子现在面临着上6年级了嘛。好。上6年级了，然后以后就上初中了，然后孩子再不管的话，第一个孩子就到叛逆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你再不管就会走上弯路的。行，我就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事实吗？是现在的事实。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你还想要这个家吗？想要这个家，那就回去呗。因为我回去以后，我就感觉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是我想要的。那你就把婚离了，过你想要的生活不就完了吗？何必那么自私呢？我听明白了嘛，就等于老大老二他都没承担任何责任嘛，就给家里寄点钱嘛，然后即使妻子去了北京，其实他也没跟你做夫妻嘛，基本是这意思吧？那你图啥呀？你可以要你的生活，你跟人说清楚嘛。因为我感觉还是很爱他的。不是你，那你跟他回家。他一直都在说工作忙，工作忙，没有时间陪我们。你觉得心里有你们娘仨吗？你先说，你跟他这13年，你们俩算什么关系？名上是夫妻，实际呢？其实就是要带孩子，就属于单身的家庭一样。单亲妈妈嘛，是这意思吧？对。哎呀，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卞女士啊，所谓的婚姻也好，妻子也好，不是说你有一张结婚证，你就是有婚姻，你就是妻子，还得看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还得看对方真的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到现在这个状况，其实一路而来，你一直觉得有一张结婚证是保障你的东西，你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丈夫就应该是有责任心的，但是你没有想过他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丈夫的位置上。如果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位置或者父亲的位置上，那么这个责任心就无从谈起了。而且有时候真的要及时止损，这个生活不再是你能控制的时候，你不要老想着我再生一个孩子我就可以怎么样了。该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得过自己的生活，该给孩子一些好的就是抚养的时候，你就去好好照顾孩子。然后严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我劝你善良，你要过自己的生活 OK 的，没有问题，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该尽的义务尽起来，这个就是基本的义务。我对你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就是希望摸摸自己良心，好不好？如果还有的话。好，谢谢陆琪老师啊，来周群老师。哎呦，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也挺吃惊的。因为刚刚其实赵川反复在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意放手，你就过自己的生活？他说我爱他，其实全场都在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特别理直气壮脱口而出说，因为我爱他。就是整场听下来，我是觉得他们完全已经没有这种爱情的成分在了，至少在男方这里，我是感受不到他的爱。他在怀孕的时候，他在生2胎的时候，其实你都不在身边，甚至你说你到家看到他们母子在那儿，然后你又回去上班了，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超出我对一个人的想象了。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竟然还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说我爱他，所以我不离婚，不放手，不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一直在回忆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广播剧路遥的人生，我还清楚地记得里面2个主人公的名字高加林、刘巧珍。那个时候我们通通在说这个高加林从农村里出来就忘恩负义，好像就背叛了刘巧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长大之后，我其实慢慢理解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青年，他对城市的向往，尤其在那个时代，他渴望过另外一种生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你渴望过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另外一种人生，你为什么要把他拉到不属于你的生活当中，让它成为一个附属品或者牺牲品，莫名其妙的和你的世界渐行渐远，你却不放手，这个是我一直不理解的。所以露琪说我们要善良，你选择你的生活，但是你要有一个底线，要善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我看了一下，你33岁
33岁，很多时候在城里的女孩，可能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所以人生也许才刚刚开始。你不要觉得因为你见了2次面，跟他结婚了，你的一生都拴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你始终想把他拢回来。这个词说的特别接地气，但是也真的让人心酸。一个女性用尽一切力气，想尽各种方式，甚至用各种的手段要把他拢回来，但是真的很难拢回来了。想想你和孩子的未来，不要再把自己的一生跟他捆绑在一起了。你看到了吗？你在哭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翻眼看着天空，他会觉得你的眼泪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用处，把眼泪擦掉，过自己的生活。谢谢。谢谢周老师。来，莎娜老师。严先生，我都不想去跟你说你做的这些让人觉得很过分的事儿，关键是。世界上，孩子他们要长大的，他们以后长大了，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这样的，他们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你不想这些问题吗？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尽这个责任，你干嘛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麻烦请你尽一点责任。不。好，就这样。好，谢谢莎娜老师。刚刚周群说路遥写的人生，那个高加林被别人举报了之后，落荒而逃，从城市又回到农村，走到那个村口的时候，那小孩唱那个信天游，说哥哥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他不是高加林，高加林有悔意，有羞愧。他在桥上跟巧珍说分手的时候，他脸是烫的，他心里是不好意思。他不是，他没有悔意，他也不是巧珍。高加林跟巧珍说分手的时候，巧珍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个负心汉，但巧珍很有骨气、很有尊严的跨上自行车就回去了，虽然边走边哭。他比你有骨气，而且他的善良用在地方。当高加林后来回到农村的时候，巧珍的姐姐巧英要去羞辱高加林，巧珍拦着他说：“墙倒众人推，他已经落魄成这样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我一点都不质疑，他说他爱他，你知道吗？他真的是爱他的，他爱他的任劳任怨，他爱他的默然顺从，丝毫不反抗。他当然爱他了。无论我投资是否失败，
无论我在外面遭遇到什么样的风雨，我还有一个窝落嘛。那当然爱他了，这一点我毋庸置疑，你是爱他的。虽然你跟我们的爱的概念不一样，我们觉得爱就要付出嘛，你的爱就是索取嘛。你觉得他听话吗？法律程序他教你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男人失望，而导致到另两个孩子将来的人生道路里是灰暗。你说呢？你不为自己，为孩子想一想，好不好？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这样。好，谢谢童老师。你现在就正面回答一个问题：你一个人能养活这2个娃不？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一个人很难的。很难。但是如果他要出了抚养费这事儿，有没有希望吗？有，但是我不想让孩子失去父亲。不是，他本来也没父亲嘛，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说我就是个单亲妈妈。但是他在孩子心目中，那就没那我什么都不说了。你可以继续这样下去，没关系嘛，那是你的生活嘛。所以今天命题非常简单，既然来了哈，今天就一个选择吧，跟老婆回家还是继续留在北京，好不好？你要跟老婆回家你就出来，你要还想继续留在北京，你也别出来了，行吧？那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老公，开你？你看你在外面也闯荡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反反复复也来北京陪你工作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实现带孩子和我一起来北京生活。你就跟我回家一起陪孩子父母吧。其实我很想陪在你们的身边，天天跟你和孩子在一起，但是现在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吃苦，所以我要再考虑一下是否跟你回老家。生活怎么可能求来呢？如果哀求能过上好日子的话，那人人都过好日子了。谢谢2位，请回吧。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看看他们自己的这个选择究竟是什么样的吧，让我们拭目以待。请开门。您是打算回去了是吧？是的。来2位，请到台中间吧。啊，来，有请，有请，有请。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以后不会离开你了，10多年受苦了，老婆。你好了好了，来，拿一下戒指好吗？谢谢。来，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时刻，各位请见证。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老婆。终于跟我回家了，我欠了你这么。需要你啊，老公，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都太为陪你了。来，请亮灯啊！来。
是真的想回家了是吧？真的想回家了。行，谢谢各位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特别想说一句啊，应该说这个结局是一个欢喜的结局，但我的心情还是挺沉重的。我能看出来两个人拥抱，这个流眼泪，作为妻子心里有多少委屈，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幸福离他越来越近了。但我特别想跟小伙子说一下，我觉得生活不是表演，请你用心的对你身边的人，而不是一时。如果你想清楚了，是一生对他好。我特别想跟你说这个，谢谢你。是想好好回去过日子了吧？是这意思吗？是的。那你们就回去商量商量日子怎么好好的过好吧，好吗？您不是也离不开他吗？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请回吧。谢谢老师。请回，请回。长叹一声。如果今天丈夫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考虑到自己的2个女儿和这样一个为他默默付出了13年女人的付出，他有一个良心上的发现，愿意做一个真实的改变，对他们好，要不要回老家那都是一个形式问题。只要他发自内心的好，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这样去强迫他回老家呢？就如果今天是一个真实面对自己的一个转变，我们乐见其成。但是如果今天像周老师担心的那样，如果只是一个秀，如果只是一个表演的话，那我相信是所有人的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最后其实还是想对台上的这位2个女儿的母亲，这位女性说，女人的独立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够在思想上独立的话，我相信你真的抓不住任何一个男人的心。因为任何一个男人都有可能利用你所谓的善良欺负你，让你的生活变成一个苦难的深渊。谢谢我们的老师哈。有网友提问说，我们在一起2年，准备结婚了，他挺上进的，但有时太激进，天天研究成功学。近几个月呢，开始报名学习各种课程，什么社交礼仪、酒文化，还有瑜伽什么的，说这样才能开拓格局。可我们现在经济能力呢，只够正常的生活。现在他这样一闹，每个月都入不敷出，这样的话根本没钱，没办法结婚。我劝他，他还说我啥也不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建议你跟他好好谈啊，我们把结婚的钱存起来放到一边，不要动。其他赚的钱超出这个额度之上的，除了生活，可以用来学习深造。如果他连这个钱都不愿意存的话，我看他还真没把这结婚放到他的议事日程当中。当然了，结婚究竟需要多少钱，是讲究排场，还是真的务实简单？你要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